非常感谢，我很荣幸能邀请到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总统。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努力的合作，关系非常密切。事实上，我们认识很久了，也打交道很久了，而且合作得非常好。我们之间有过一些小的谈判争执，但最终结果很好。我认为这对两国都有利。实际上对全世界都有利。我们达成了一项非常公平的协议，我们期待着深入挖掘、努力工作，获取一些稀土资源。这意味着我们将参与其中，这是美国的一项重大承诺。我们非常感谢与您的合作，并将继续这样做。我们与俄罗斯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讨论。我与普京总统通过话，我们将努力促成此事结束。这是你们和普京总统都希望看到的。我们需要谈判达成协议，但我们已经开始了协议的框架。我认为有些事情可能会发生，最重要的是士兵的伤亡人数，目前主要是这一点。但士兵的死亡人数太多了，你们正在失去成千上万的士兵，双方都在损失大量士兵。我们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停止，我们希望看到资金用于其他方面，比如重建。我们将非常努力的工作，我们进行了很多非常好的讨论。我要说的是，在我们介入之前，拜登政府根本没有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对话，他们不与任何人对话，只是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要当着您的面说，您已经听我说过1000遍了，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本可以为您谈判达成协议，而无需经历您所经历的一切，但你们的士兵非常勇敢，我们为他们提供了精良的装备，但如果有人必须使用这些装备，他们就必须非常勇敢。我们对他们给予高度评价。本来这件事应该很快结束的，但现在3年过去了，所以我非常赞赏你们的将军、士兵以及您本人，因为这场战斗非常艰苦，他们是伟大的战士。从这个角度来看，您应该为他们感到自豪，但现在我们希望结束它已经够了，对吧？我们都想结束它，所以很荣幸您能来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到来。我们稍后将在冬天的会议上签署协议，午餐后我们也会一起共进午餐。我们还在讨论其他一些事情。感谢大家的到来，这有点令人激动。但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当我们停止射击并达成协议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离达成协议已经很近了。很荣幸您能来，请问您想说些什么吗？非常感谢您，总统先生，感谢您的邀请。我真心希望这份文件，第一份文件能成为乌克兰我们的人民和儿童获得真正安全保障的第一步。我对此深信不疑。当然，我们希望美国不会停止对我们的支持，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希望美国能继续支持我们。我希望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基础设施或安全保障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了解欧洲愿意做什么，当然我也想和您讨论美国愿意做什么。我真心希望您能采取强硬立场来阻止普京。您说这场战争应该结束了，我认为在战争一开始就对普京说这些话非常重要，因为他就是一个杀人犯和恐怖分子。但我希望我们能一起阻止他。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拯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自由和民主。当然，我们不会与杀人犯在我们的领土问题上妥协，但那是之后的事。当然，还有一件事，您知道我们之前在电话里和您谈过无人机生产的问题。我们有非常好的无人机生产技术。我认为由于战争的原因，我们的无人机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是的，当然，我们非常需要防空系统。你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统。你们确实帮助我们抵抗了俄罗斯的袭击。我想谈谈我们如何交换许可证。我们愿意与美国分享我们所有无人机的许可证。当然，我们也需要快速生产防空系统的许可证。即使在战争结束后，未来我们的国家的安全，我们也需要它。我们需要安全保障，所以我们需要空中盾牌。当然，
关于这一点，我想谈谈特遣队的问题。我认为法国和英国已经和您谈过了，我们也知道欧洲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如果没有美国，他们的力量就无法达到我们需要的程度。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关于交换。关于我们的人民和孩子，您知道那些疯狂的俄罗斯人，他们偷走了2万名乌克兰儿童，他们更改了孩子们的名字，更换了他们的家庭和亲戚，现在孩子们都在俄罗斯，我们想把他们带回来。这对我以及我们的战士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梦想、任务和目标。顺便说一句，总统先生，我们已经从俄罗斯监狱里解救了4000多名战士，但是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监狱里。我想和您分享一些图片，让您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俄罗斯对我们被俘的士兵的态度。这些是他们入狱前后对比的照片，您看了就能明白，现在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都身处那样的境地。他们吃不饱，还会挨打，总之，他们遭受了很多折磨。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是有规则存在的。每个人都知道战争期间有规则，但是那些人没有遵循任何规则。您可以看到他们的体重只有50到60公斤，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而且我不想给您看那些儿童照片，因为我只想和您分享一下。我是说，情况很悲惨，这真是糟糕。是的，我非常想给你们看看。顺便说一句，这些是被抓走的牧师，因为这不是俄罗斯的教堂，他们抓走了牧师，并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去年年底，我们带回了3位牧师，我们设法交换了他们，这些是牧师。你们看，是的，对，很糟糕。所以现在我是想给你们看看这个，非常感谢。我们可以把这些保存起来吗？我想我们会的，我们会的。请问你们有什么问题吗？谢谢您，总统先生。美国将向今天成立的基金投入多少资金？这将如何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呢？具体金额我们还不清楚，因为我们会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一个基金里，这笔钱将来自于我们开采的稀土。我们会通过收入分成的方式获得资金，通过销售和使用稀土，我们会赚很多钱。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稀土资源并不丰富，我们有很多石油和天然气，但是稀土不多，我们有的一些稀土资源还受到环保主义者的保护。不过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但即便如此，我们的稀土储量仍然不多，而他们乌克兰的稀土储量在世界上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会利用他们的稀土，用于我们所有的生产活动，包括人工智能、武器和军事领域。这真的能很好地满足我们的需求，这件事进展得很顺利。我们有很多石油和天然气，但是我们缺少稀土。而他们的稀土几乎包含了我们制造电脑以及其他所有产品所需的各种元素，这会让我们占据优势。以及长期的安全保障吗？我认为他们会非常幸运。我认为一旦我们达成协议，就成功了95%，他们不会再回去战斗了。我和普京总统谈过了，我认为，我强烈的感觉到，我认识普京总统很久了，我强烈的感觉到他们对此非常认真，我们会达成协议的。当协议达成后，我认为我们现在在谈论安全问题。前几天大家都在谈论安全，我说先让我来达成协议，我必须先达成协议。我现在不担心安全问题，我们必须达成协议，因为就在上周，双方都有2000名士兵阵亡，2000名，他们每周损失1000、2000、3000人，所以
当我们坐在这里谈话时，人们正在战场上被枪击和死亡，而且你知道他们不是美国士兵，但他们是俄罗斯士兵和乌克兰士兵。我们希望能够阻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我们也希望能够把钱花在其他事情上，这是一笔巨大的资金。拜登政府的做法太糟糕了，他们给钱，但他对这笔钱没有任何保障。你们知道，欧洲提供的资金要少得多，但他们有保障，那是贷款的形式，他们会收回他们的钱，而我们没有。现在至少我们受到了保护，因为美国纳税人也必须受到保护。但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项不可思议的协议，因为我们现在对他们的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他们拥有的东西很少有人拥有，我们能够真正的在高科技领域和许多其他领域取得进展，包括武器，我们将在许多地方使用的武器，这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这是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的，这份文件里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果我们谈论商业和投资，乌克兰从来没有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这份文件将会开启新的局面，我是说下一份文件。但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框架，我们看到了对这件事来说确实是比好交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认为对欧洲大陆的安全也很重要。我们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我们可以使用它，你们可以用它来储存液化天然气，我们会这么做的。而且我们真的可以帮助欧洲，因为欧洲确实提供了帮助。川普总统说他们提供的支持较少，但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非常支持我们的伙伴。他们真的提供了很多，总统先生，真的，他们确实提供了很多。没有了，没有了。川普总统，您多次称与乌克兰的协议是历史性的。作为美国总统，您在其他影响美国和世界的问题上也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那么您希望在世界历史上占据什么地位？您是否将自己与任何著名的历史人物相提并论？我会说，像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我会说我远远胜过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当然，你们知道我是在开玩笑，对吧？因为如果我这么说，那些假新闻媒体又要大做文章了，他们会说他认为自己比华盛顿还厉害。但你永远不知道，你永远不知道，我不把自己和任何人比较，我来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工作，我们已经度过了非常棒的35天，或者说1个月，稍微超过1个月，我们已经完成了巨大的成就。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能停止战争并使局势恢复正常，这将是一项非常伟大的成就。我认为这将会发生，正如你们所知。我们与双方都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但我认为我们总体上做得非常好。如果你看看我们在30天内所做的一切，他们会说，从来没有哪个总统的开局像我们这样好。第1个月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第1个月，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之一。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大量的人正在死亡。我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想想那些父母，想想那些父母，无论他们是在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想想所有这些被无畏杀害的人的父母，他们来到了这片土地，本不应该开始这场战争。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永远不会开始。你们之前都去哪儿了？川普总统。在美方和乌克兰签署协议之后，您是否会继续向乌克兰输送军事援助？这个问题是问泽连斯基总统的。您是否觉得美国站在您这边？川普总统此刻站在您这边。你怎么看？他想知道你是否觉得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我不是能促成和平的人，我想我们也不会在这儿。我认为美国从占领的一开始就站在我们这边。
我认为川普总统也站在我们这边。当然，我不确定美国总统会不会停止支持，这对我们至关重要，这很重要。是的。总统谈论的是正在死去的人民和士兵，但他们入侵了我们的领土，他们来到了我们的土地，他们发动了这场战争，他们必须停止。我认为这一切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问题。川普总统能否？我希望可以与其他盟友一起阻止普京，让他从我们的土地上撤出这些军队。我认为，如果总统能够阻止普京，如果川普总统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和平，我认为他会名垂青史。我们进行了非常非常好的会谈。President Zelensky just sai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compromises with Vladimir Putin. I just wanted to ask both of you. Firstly, are there 川普总统，请问你认为泽连斯基总统应该达成什么样的妥协吗？泽连斯基总统，请问你愿意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来促成谈判？我认为你们最终会做出妥协的。不做妥协。什么协议也达不成，所以他肯定要做一些妥协，但希望这些妥协不会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大。就这样，我们只能做到这样，说得委婉点。他们一直都非常敌对，这里地势平坦。所以是上好的农田是很棒的土地，是很棒的农田，但是这里几乎没有地形可以挡住子弹或其他弹药，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尽力让各方坐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最终会达成协议的，否则我今天可能都不会在这里了。总统先生，我有2个问题想问您。最终，您的历史地位将会是和平缔造者，而不是带领国家陷入另一场战争并结束对外战争的总统，对吗？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我希望如此。我是说，我希望人们能记住我是一个和平缔造者。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拯救生命，其次是为了节省大量资金，但我认为后者远没有前者重要。所以我希望我能，谢谢你。Brian 提出的好问题，我希望我能以和平缔造者的身份被人们所熟知和认可。解决这个问题将是一件伟大的成就，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可能会导致第3次世界大战，情况一度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如果这次选举我们输了，当然我们最终赢得了选举，而且赢得了很多，这是一个授权，我们赢得了每一个摇摆州，我们在普选中赢得了数百万张选票，我们赢得了一切。看看那些红色区域，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你的第2个问题是什么？我第2个问题是问泽连斯基总统。你为什么不穿西装呢？你可是这个国家最高级别的人。你总是这样，而且你还拒绝穿西装。我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西装。很多美国人对你不尊重你的职位感到不满。战争结束后我会穿西装的，是的。也许会穿像你那样的，也可能会更好，我不知道，到时候看吧，也许会更便宜。好的，谢谢。谢谢川普总统，您昨天说，总统先生，如果没有和平协议，您会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武器吗？是的。我们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当然我希望不需要提供太多，因为我希望能够尽快结束。我们期待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并不希望运送大量武器，我们期待结束战争，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其他事情。但是我们非常感谢这项协议，因为我们需要他们拥有的东西。
而且我们现在受到了公平的对待，拜登没有做到这一点，拜登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件事本不应该发生，本不应该开始。但是，当然，答案是肯定的。但我希望我们不必运送太多，因为我期待尽快完成，非常快。总统先生，您会提供安全保障吗？我现在还不想谈安全问题，因为我想先把协议敲定。你们又掉进和其他人一样的陷阱里了。同样的话，你们问了100万遍。我想先把协议敲定。安全问题太简单了，只占问题总量的2%。我担心的不是安全问题，而是协议能不能敲定。安全问题是小事一桩，安全当然很好，大家都不开枪了。现在的问题是欧洲会不会派人过去？我知道法国肯定会派，英国也会派，其他国家也会派。而且他们就在旁边，我们还没承诺会派人，但理论上也是有可能的。你知道，我们会以不同的形式来保障安全，我们会派工人去那里挖掘，把原土挖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在这个国家生产很多好产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算是提供了一种保障，但我们还没最终决定。我要说的是，在与法国总统交谈时，你们也知道，他们上周和前几天都来这里了，他们已经承诺会提供大量的安全保障。我觉得你们不需要太多的安全保障。我认为一旦协议达成，一切就都结束了。俄罗斯不会想再回头，也没人会想再回头。我相信一旦协议达成，一切就都结束了。总统先生，谢谢您。这周马克龙和斯塔默都到访了白宫，他们都赞扬了您在引领和平道路上的勇气和信念，其中一部分包括与俄罗斯重新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之前的领导人所缺乏的，缺乏这样做的信念。是什么给了您道德上的勇气和信念，让您挺身而出并领导这件事？我喜欢这家伙。你为哪家媒体工作？美国新闻一台，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美国新闻一台做得很好，非常好。我喜欢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是通往和平的道路，这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且我觉得，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我有义务这样做。另外，你知道我们参与得很深，我们已经卷入其中。我们本不该卷入的，因为本来就不应该有这场战争，这太糟糕了。而且在以色列发生的10月7日的事件本来也不应该发生，这本不该发生的。你们知道，伊朗当时已经破产了，他们没有钱给真主党，也没有钱给哈马斯，他们当时一文不名。然后在拜登的领导下，他们变得非常富有，他们在4年内从一文不名变成了拥有3000亿美元的财富，他们把很多钱都分出去了。你们也看到了发生了什么，这也是一个我们希望能解决的烂摊子。但是，布撇，我非常感谢你的提问，我只是觉得我有责任尽力去做点什么来阻止死亡。And I do like your clothing, by the way. Even though I think he's a great guy, by the way. 顺便说一下，我确实喜欢你穿的这身衣服，他是个好人。但是也许你们两个合不来，我觉得你刚才的问题有点冒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回答，如果可以，我会回答更重要的问题。请谈谈安全保障和停火，我们不能只谈论停火。一直说，这样行不通的。停火永远不会奏效，因为我和总统指川普一样，我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不只是我，在我担任总统之前，从2014年开始，普京违背了25次停火协议，他违背了他自己的签名，但他从来没有对我施行过。不点，您当时是总统，您在2016年时是总统，总统先生，普京当然不是和您签的协议。但在那段时间里，他和我们这边有过对话，我们有诺曼底模式，就是法国、德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他违反了25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会接受仅仅是停火，没有安全保障是不行的。安全保障，也许总统先生对这些文件和其他文件的说法是对的，但这些文件是不够的。强大的军队可以，因为会使他的士兵害怕。普京的士兵害怕我们强大的士兵。如果我们不够强大，如果我们的储备是空的，我们就无法保卫我们的土地。
今天你们知道，他知道我们有会面，是吗？为什么他要使用弹道导弹？普京今天用弹道导弹袭击我们的医院、学校等等，所以他知道我们在这里，而且川普总统真的有停止这场战争的意愿。你们现在听到了总统先生的话，所以他为什么要用弹道导弹？所以他不想停止，他不想。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真的能做到。当我们谈论安全保障时，当欧洲人准备好派遣军队时，他们需要美国的支持。如果没有美国，我们就永远不会有来自欧洲的强大军队，因为他们不想分裂美国和欧洲这个主要和最强大盟友之间的联盟和联系。这至关重要，这是我们非常想谈论的。这非常重要，还有防空。所以防空，我们真的在所有系统上都有很大的不足，我们需要这些，我们非常需要。如果没有，普京就永远不会停止，而且还会变本加厉。他不想停手，他恨我们，你们知道吗？这不关我个人的事，他恨的是整个乌克兰。他认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他这样认为，而且他也在传播这些想法。我想，也许他也和你们的团队说过。我不知道，但他和所有欧洲人在媒体上，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下的，他总是说根本不存在乌克兰这个国家、乌克兰民族、乌克兰语言、乌克兰生活方式，不死。他真的不尊重所有乌克兰人，他想摧毁我们。您说的对，总统先生，这些文件或者其他文件，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非常好，但这不足以阻止普京这个人。他必须赔偿，这就是战争的法则。纵观历史，几个世纪以来，战争都是这样的法则。谁发动的战争，谁就要赔偿，这就是规矩。普京发起了这场战争，他必须赔偿所有的重建费用，他必须赔偿。当然，我们可以动用一些在欧洲的俄罗斯资产。大约有3000亿，我们可以用这些钱来进行重建，也可以用来从美国购买军事援助，我们可以这么做，但这还不够。我问这个你不喜欢的问题，是因为我想知道你是否想把自己置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中立地带。还是站在另一边？不的，我立场中立。我想解决这件事，我支持双方想把问题解决。说别人的坏话当然容易，但我只想解决问题。如果能解决，那就太好；如果解决不了，他们就得自己想办法。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希望看到问题得到解决。我可以追问一下吗？关于美国在欧洲驻军，我还有一个问题。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您的前任向包括我的祖国波兰在内的东欧地区增派了军队，您是否承诺将这些军队继续留在北约东翼？未来会怎么样？我对波兰非常支持。我认为波兰在北约中做得非常出色，正如你所知，他们付出的比他们应该付出的还要多。他们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人之一。我对波兰非常支持。波罗的海国家呢？波兰的地理位置很艰难，你知道的，波罗的海国家，他们有很多，那也是个艰难的地区，但我们是支持他们的。我们会非常支持，我们支持北约，但北约必须加强。欧洲国家必须比现在更加努力。我希望看到他们达到均等，因为他们投入的比我们少得多。他们至少应该均等，你明白吗？为什么美国，我们之间隔着一个大洋？为什么美国在资金和其他方面投入的比欧洲多这么多？话虽如此，正如你所说，他们显然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我们投入的比他们多得多。我认为他们应该均等。在布林肯国务卿第一次将协议交给泽连斯基总统，到今天正式签署，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我是个商人，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这就是改变。
我原以为我们不会达成协议，但最终我们达成了协议，所以情况就改变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您如何设想与泽连斯基总统和普京总统举行三方峰会？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彼此不喜欢对方，他们之间不是情投意合，这很不幸，所以你们才陷入这种境地。美国本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好吗？当时的美国由一个不太懂行的人领导，我尽量说的客气点，是由一个无能的人领导。非常无能的人本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阻止过战争，我阻止过很多战争，我的人会告诉你。我阻止过一些你们都没听说过的战争，我在战争爆发前就阻止了他们。你们可以去问一些国家，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他们当时可能要开战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有一个国家正在考虑因为一件在座各位都没听说过的事情而开战。2个小国，但仍然很重要。我认为我阻止了它，但这件事本不应该发生。关于任何谈判，首先我真的想告诉你们，我想大家也都明白，乌克兰现在的乌克兰人，没有人想停止这场战争。但在未来，任何谈判可以理解的是，战争的双方不是俄罗斯和美国，因为这不是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战争，这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战争。所以无论如何，交战双方都会在谈判桌上。当然，美国作为乌克兰最强大的伙伴，还有欧洲也很重要。我想和总统谈谈这个问题。是的，欧洲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今天确实在为欧洲而战。所有欧洲人都认识到，我们正在捍卫这条战线，他们才能安稳地生活，而我们的人民正在牺牲。这就是他们帮助我们的原因。还有北约，是的，就像总统说的那样，你们之间隔着一片广阔而美丽的海洋，但是如果我们没能守住，俄罗斯会进一步入侵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但首先是波罗的海国家，他们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你知道，他们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而普京想把他们带回他的帝国，这是事实。如果到时候我们没能守住，他入侵了那些国家，你们就得战斗。你们美国的士兵，这无关紧要。不管你们之间有没有海洋，你们的士兵都将参战。总统先生，您是否愿意访问乌克兰，比如基辅或者敖德萨？这也是我的问题。哦，抱歉。我现在不想谈论敖德萨，我们不要谈论敖德萨。我想谈谈达成协议，实现和平。我们不必谈论敖德萨，但是很多城市已经被摧毁了，很多城市已经面目全非，没有一栋建筑还矗立着，而且发生了很多事情。来这里看看吧，我们有很多很棒的城市，是的，很多东西都被摧毁了。但大多数城市都充满生机，人们在工作，孩子们在上学，有时候情况很困难，尤其是在前线附近，孩子们不得不去地下学校或者上网课，但我们还在生活。乌克兰在战斗，乌克兰也在生活，这非常重要。也许是普京在散布他摧毁了我们的信息，他损失了70万人，70万士兵，他失去了一切。是的。你上次和普京总统谈话是什么时候？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让你确信他想达成协议？我这辈子都在做交易，我很擅长这个，而且我和他认识很久了，和他打交道也很长时间了。他不得不承受那些有关俄罗斯谣言的困扰。你们知道，成天都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这就是个骗局，都是拜登搞的鬼，和普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还是挺过来了。我认为他想达成协议，他想看到这件事结束。我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些，我这辈子都在做交易，我现在正身处一个烂摊子之中，因为这确实是个烂摊子，而且非常危险。如果现在不解决，很长时间内都无法解决，所以我希望我们能解决它。后面那位，请。
谢谢总统先生。首相斯塔默一再声称他的政府相信言论自由，而不是犯罪。更令人担忧的是，他还在向美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代表他审查美国人。当他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发表明显虚假的言论时，我们怎么能相信他是一个可靠、值得信赖的伙伴呢？昨天我们实际上已经和他们谈过这件事，而且我们认为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万斯对此事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也是，卢比奥也是。我们一直在和他们谈论这件事。卢比奥，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显然，我们对他们的行为有所担忧，特别是当这些行为影响到美国人时，我们非常担心美国的言论，尤其是在线言论，可能会受到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管辖。副总统在慕尼黑会议上提出了这一点，我认为这非常重要，那就是将我们与欧洲团结在一起的，是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言论自由。因此，如果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受到威胁，我们将需要采取行动。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昨天午餐时，我们与首相、外交部长和其他人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而且我知道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昨晚在私人会议上跟进了此事，这非常重要。我们认为，即使我们这些在座的人不同意，美国人也有权自由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有权在公共场合自由表达他们的想法。而如今公共场合通常是在网上，如果需要，我们将积极捍卫美国公司和美国公民的这项权利。我确实认为，在总统的领导下，我们将会和我们在英国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找到共同点，但这仍有待观察。指导我们的原则是，我们相信这个国家的言论自由，我们将为美国公民争取言论自由。这个协议还有其他的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部分吗？我们走着瞧吧。我们主要不是在找这个，我们已经有很多了，我们的储量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以我们没有过多的谈论这件事，但稍微有谈到一点，我认为这也有影响，但主要还是没有。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乌克兰是否同意购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或者说这是否在考虑范围内？不需要，我们不需要那个。总统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几天前和普京通过话，想确认一下，这是新的通话，不是您之前说的那次吧？我和他多次交谈过。最近一次通话怎么样？你们讨论了什么？进行的如何？你问这个问题是认真的吗？进展很顺利，我想我们快达成协议了。关于矿产交易，总统先生，其中一些矿产位于乌克兰东部，离前线不远，而且在俄罗斯占领的地区。如果美国对这些矿产有利益，您会指示普京总统从这些地区撤军吗？到时我们会看看的。我们有很多区域，我们讨论的是非常大的区域，所以我们会看看，我会研究一下，然后看看情况。如果那些矿产是美国的利益点，谁来保护他们？是乌克兰还是美国？这个协议会起保护作用。我们正在签署一项协议。俄罗斯会试图入侵那里。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不认为那种情况会发生。如果真会发生那种情况，我就不会做这笔交易。如果我认为那种情况会发生，我就不会做这笔交易。你知道 CNN 关注的是什么吗？是生存，而不是问我这些荒谬的问题。他们应该关注如何生存，因为 CNN 的收视率太低了，我认为他们无法生存。下一个。我已经问了关于波兰的问题。二战后，波兰被俄国控制了几十年。我小时候，我认为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富有的国家，还拥有伟大的音乐、电影和汽车，而且美国也是一股正义的力量。我现在和我在波兰的朋友们聊天，他们担心你和普京走得太近，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如果我不同时和他们搞好关系，你们就永远不可能达成协议。你们想让我说一堆特别难听的话来骂普京，然后再说你好啊，弗拉基米尔，我们的协议进展如何？带这行不通的。我不是和普京搞好关系，我和谁都没搞好关系。我与美国保持一致，为了世界的利益，我和世界保持一致。我想尽快结束这件事。你们看到了他对普京的仇恨，在这种仇恨下，我很难达成协议。他怀有极大的仇恨，我理解，但我可以告诉你们，对方也并不喜欢他，所以这不是立场一致的问题。我和世界保持一致。
我想把事情搞定。我和欧洲保持一致，我想看看我们是否能完成这件事。你们想让我强硬吗？我可以比你们见过的任何人都强硬，我会非常强硬，但那样你们永远无法达成协议。事情就是这样。好了，下一个问题。我想回应一下，你看，在美国的4年里，我们有一位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普京强硬喊话，然后普京就入侵了乌克兰，摧毁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通往和平和繁荣的道路可能是通过外交来实现。我们尝试了乔拜登那种拍胸脯自夸，假装美国总统的言语比美国总统的行动更重要的做法。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因为美国参与外交，这就是川普总统正在做的事情。我可以问你吗？当然可以。好的，他占领了我们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很大一部分东部地区和克里米亚的部分地区。他在2014年占领了那里。这么多年来，我不是只说拜登，但那时是奥巴马总统，然后是川普总统，然后是拜登总统，现在是川普总统。感谢上帝，现在川普总统会阻止他，但在2014年期间，没有人阻止他，他只是占领和夺取，他杀了人。你知道当时的情况吗？2014年，是的，他杀了人，是的，完全正确，是的。但在2014年到2022年期间，情况还是一样吗？人们一直在接触线上死去，没有人阻止他。你知道我们和他有过对话，很多对话，我的双边对话，我和他签署了协议。我作为一个新总统，2019年我和他签署了协议，我和他马克龙和默克尔签署了协议，我们签署了停火协议，他们都告诉我他永远不会走。我们和他签署了天然气合同，是的。但之后他打破了停火协议，他杀了我们的人民。他没有交换囚犯，我们签署了交换囚犯的协议，但他没有做。万斯，你在说什么样的外交？什么？你是什么意思？我指的是那种能够结束你的国家正在被摧毁的局面的这种外交方式。总统先生，恕我直言，我认为您来到椭圆形办公室，试图在美国媒体面前争论这件事是不尊重的。现在你们到处强迫征兵，把他们送到前线，因为你们有兵力不足的问题。您应该感谢川普总统，是他想结束这场冲突。你去过乌克兰吗？我亲眼见过很多报道和故事，我知道你们现在把人带过来搞宣传。总统先生，您不同意？您有问题吗？把人带进你们的军队，然后您觉得来美国总统办公室攻击正在努力阻止你的国家被摧毁的本届美国政府？你觉得这样很合适吗？很多问题我们从头开始说。当然，首先，战争期间每个人都有问题，即使是你们，但你们有美丽的海洋，你们现在可能感觉不到，但将来会感受到的。上帝保佑，你们不会有战争的。不要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什么感觉，我们正在努力解决问题。不要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什么感觉。我不是在告诉你，因为你没有资格来指示我们。记住，你没有资格来指示我们会有什么感觉。我们会感觉非常好，非常强大。现在感觉还不是很好，你让自己陷入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境地。而他碰巧说对了。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你们的处境就很不利。现在你手里没有牌，和我们合作，你才开始有牌。现在你还不明白自己在玩牌，你们在拿数百万人的生命当赌注，你们是在赌第3次世界大战，而你们现在做的是对这个国家非常不尊重的。这个国家对你们的支持远远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你们说过一次谢谢吗？有很多次机会的。不大，在整个会议中你都没有说过谢谢。你10月份还去宾夕法尼亚州为反对派助选，你就不能对美国和试图拯救你们国家的总统说些感谢的话吗？
拜托，你以为如果你大声谈论战争，你就可以说话了？ He's not speaking loudly. He's not speaking. 他没有大声说话，你们国家有大麻烦了。等一下，不， You've done a lot of talking. 不，你已经说了很多了。 Big trouble. 你们国家有大麻烦了，你没有赢，你没有赢，因为我们， Damn good 你们很有可能摆脱困境。 我们从战争一开始就坚守在自己的国家，一直很坚强。我们曾经孤立无援，所以我们很感激。我已经在内阁会议上表达过感谢了，而且不止一次。我们通过这个给了你们。 President, 350. 总统先生，我们给了你们3500亿美元，还有军事设备。你们的士兵很勇敢，但他们需要使用我们的军事设备。如果没有我们的军事设备，这场战争2周内就结束了，甚至3天内就结束了。 我从普京那里听到的3天，可能还不到2周内就结束了。当然，是的，我跟你说，如果这样下去，交易会很难达成。你应该说谢谢。我一直在对美国说谢谢。我接受存在分歧，我们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分歧，而不是在美国媒体前争吵，因为你们是错的，我们知道你们是错的。 But you see, I think it's good for the. 但你看，我觉得让美国人民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好事，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所以我才让这件事持续这么久。你应该心存感激。你现在毫无优势，你们深陷泥潭，你们的人民正在死去，士兵也快耗尽了。听着，你们的士兵快耗尽了。如果能停火，那绝对是件大好事。但你却告诉我们，你不想停火，你不想停火，你不想停火，你想继续战斗，想要这个那个。听着。 如果现在能达成停火协议，我会告诉你，抓住机会，这样就能停止交火，你们的人民也不会再死去了。我们当然希望停止战争， You don't want to cease fire. I want to. 但你说你不想停火，我是想停火，因为停火比达成协议要快。问问我们的人对停火的看法，停火对你来说无所谓，那不是我做的，那是拜登做的，他不太聪明，那是奥巴马时期的事情。奥巴马给了你们床单，而我给你们的是标枪导弹。是的，我给你们标枪导弹去摧毁那些坦克，而奥巴马给你们的是床单，确实如此。奥巴马给的是床单，而川普给的是标枪。你们要更感恩一点，因为我告诉你，没有我们，你们没有任何牌；有了我们，你们才有牌。但是没有我们，你们什么牌都没有。这会是个很难达成的协议，因为态度必须改变。 It's going to be a tough deal to make because the attitudes have to change. What if Russia breaks 如果俄罗斯破坏停火怎么办？ peace talks? What do you do then? I understand 如果俄罗斯破坏谈判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我知道现在讨论很激烈，但如果俄罗斯破坏停火怎么办？ What if anything? 如果这样，如果那样，如果现在有炸弹落在你头上怎么办？他们为什么会毁约？我也不知道。他们和拜登毁约是因为他们不尊重拜登，他们也不尊重奥巴马，但他们尊重我。我告诉你，普京和我经历了很多，他经历了一场虚假的政治迫害。他们利用了他和俄罗斯一遍又一遍地说俄罗斯。你们听说过那件事吗？那是假的，那是亨特·拜登和乔·拜登的骗局。希拉里·克林顿狡猾的亚当·西夫，那是民主党的骗局。他不得不经历那些，而且他的确承受了那些。我们最终没有开战，而且他忍受了那些无端指控。他被指控做了所有那些事，但他和那些事毫无关系。那些事是从亨特·拜登的浴室里出来的，是从亨特·拜登的卧室里出来的，太恶心了。然后他们说，哦，来自地狱的笔记本电脑是俄罗斯制造的，还有51名美国特工。这么说，这整件事就是个骗局。他不得不忍受那些，他被指控做了所有那些事。我只能说，他可能和奥巴马不时毁约了，他也可能和拜登毁约了，他可能毁约了，也许吧，也许没有，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没有和我毁约，他想达成协议，我不知道他是否能达成协议。问题是，我已经让你成为了一个强硬的人，我认为如果没有美国，你就不会这么强硬，你的人民非常勇敢，但你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退出，如果我们退出，你们就得自己战斗，我认为情况不会太好，你们会战斗的，但你们没有筹码，一旦我们签署了协议，你们的处境就会好得多，但你们表现的一点也不感激，这可不好，说实话，这可不好。好了，我想我们已经看得够多了，你们觉得呢？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It's going to be great television, I will say that. 那会是很棒的电视节目，我得说，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放出去。谢谢你，先生。 We'll see.
大家拜托，请大家离开，谢谢。